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我们跟钱打交道就4种模式：借钱、赚钱、花钱和存钱。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大概能猜出你现在处在什么水平。有2个人，他们有不同的理财模式和思维。A 的思维是先尽量避免借钱，然后赚钱，再去想存钱，最后才花钱。B 的思维是先借钱，然后花钱，再赚钱，最后才存钱，甚至不存钱。我想问大家，你根据你的生活习惯，打从心底的告诉我，你觉得自己是 A 还是 B 的思维模式呢？兄弟姐妹们，如果此时此刻你选择的是 A， 那么恭喜你，太棒了，这是典型的穷人思维。相反，选择 B 的兄弟姐妹们就拥有富人的思维了，是不是颠覆了你的价值观和金钱观呢？同样是对待这4点，穷人和富人对待钱的顺序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？差别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些很重要，在影片后面会详细的解答。而今年很多人都想要达到财富自由，但是他们对钱根本没有概念，原因是他们的父母没有教他，学校的老师也没有教他，导致了他们认为钱是很稀缺的东西，要把钱当作宝物来看待，把钱看得死死的，生怕不见了。其实啊，如果你认为钱是很稀缺的，那么你心里面就是匮乏的，而如果你心里面是匮乏的，你与财富自由就会无缘了。因为无论你是创业还是投资，都要懂得花钱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引进一个概念，叫做钱意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对待金钱的看法和意识。我希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帮大家一步步的把过往对金钱的迷思和穷人的价值观修正过来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，认真的把内容都听懂了，你不仅仅可以达到财富自由这么简单，你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富人。从此你只需要想着如何花钱，而不是省钱了。但开始之前，我还是强调一下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、资本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想免费的获得这方面的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有缘人获得祝福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干货吧。首先，富人和穷人对待金钱顺序和思维上存在巨大的差别。现在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 B 的思维是富人的思维呢？我最近刚结交了一位大叔，他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，就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年轻人。我跟他刚谈到创业这个话题，他就说我们这些普通人没钱是不可能创业的。他奉劝我别做梦了，说他看见过很多像我们这样出来创业的年轻人，最后都跑去当中介了。他认为我们这些90后的年轻人啊，就是太过于激进，只会做梦。他叫我要老老实实的好好上班，争取升职加薪，说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，从大学毕业做到现在，做了30多年，得到公司的重用，让他买得起2间房子，还买得起车。然后我旁边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年轻朋友就纷纷点头表示认同，甚至还给他点赞。当时我笑了一笑，然后就问他，那你现在有钱了，为什么不去创业呢？他就告诉我，他要养家啊，创业万一亏了怎么办？我说，你可以去找融资，去找投资人啊。他有点不耐烦的回答，如果真的那么简单，每个人都发财了。我又笑了一笑，转身就走。你看，这种人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，首先他知道这个世界创业只有少数人能成功，他认为自己不会是那少数人，所以他认为自己也不会创业成功。而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是打工的，他在这些人里面薪水相对比较高，所以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功和有地位的人了。这一个想法虽然听起来很合理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创业成功的人其实多不胜数，只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，他接触到的都只是那些打工圈子里说要创业的年轻人，然后这些人都失败了，那他自然认为创业是没有前途的。我告诉你，在我们社会就是有一小部分的年轻人就可以在30岁前创业成功，并且赚到第一桶金，已经非常富有了，只是你不认识罢了。为什么我们看见犹太人、潮汕
善人、温州人他们都很富有，个个都是老板呢？我想问你，如果你在一个老板的圈子里面，你每个家人、朋友都是出来创业的，你会觉得创业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吗？不会了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就算你不是什么聪明的人，你也会跟着去创业，因为你身边每个人都是创业起家的，你有人脉，而人脉就是钱脉，他们自然就能赚到钱。所以那个大叔是因为他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的思维，因为他的环境局限了他的想法，他连想都不敢想就已经否定了。简单来说就是井底之蛙。那有的人就会问，我也跟那个大叔一样啊，我也没有这样的环境和人脉，怎么办呢？你耐心的听下去，你会发现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大的问题。另外，富人与穷人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思维差距，就是穷人会认为没钱是不可能创业的，就像这个大叔一样。可等到有钱了以后，他也不去创业，原因是他要养家，他怕亏钱，因为那钱是他辛苦挣来的。而富人是怎么想的？我看过一个片段，是一个记者采访李嘉诚的，他问李嘉诚为什么要创业，陈哥就回答说，因为当时我穷啊。记者追问，那你没有钱怎么创业？借啊。那你亏了怎么办？万一赚了呢？那位记者无言以对。这就是富人与穷人的区别。李嘉诚在他身无分文的时候，他也注定是个富人，而那个大叔虽然有车有房子，但他也注定是一个穷人。这就是所谓的思维决定命运。我们的思维决定了行为，行为决定了结果。你昨天的行为导致了你今天的结果。每个人的起点都不同，有的人就会觉得这已经是他的命了，然后就认命了，甘愿当一个穷人，每天起早贪黑的为老板工作，回到家连陪家人的时间都没有。这个大叔不知道，他面前的我就是白手起家的90后创业家，不是炫耀，但我一个月的收入可能比他1年的年薪还高，毫不夸张的讲，甚至高上几十倍。我想表达的是，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没钱才去创业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打工基本上没有什么前途的，就算我们拼了命的工作，为公司赚到3-4个亿，但这些钱也不属于我们的，是属于老板的，而老板可能只会给我们涨1万块的薪水，升个职位，甚至他们也有权利不这样做，因为我们是劳工，资本家就有权利剥削我们的利益，自古都这样，甚至大自然也是这样，弱肉强食。大家还搞不清楚现实吗？既然我们有能力赚到钱，为什么我们要帮别人干，而不是帮自己干呢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思维，只有思维才能改变选择，只有选择才能改变行动，只有行动才能改变命运。真的是这样的。我告诉你，其实所谓的逆天改命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改变自己的环境，然后改变自己的思维。你知道我1年读多少本书吗？我大学开始1年起码看超过100本书，然后从这些书中找到能帮助我创业和赚钱的书籍，然后不停的去看这些书，看到恶心为止。因为李嘉诚也是这么干的，我只是复制他的成功方法罢了。你能做到吗？我最近建立了一个团队，举办了一个读书会，目的是帮大家解决以上的2个问题。首先，这1年我会带着大家认识100本我们团队精心挑选的好书，毫不夸张的讲，有些人就是因为其中的1-2本书而买到第1套房子的。另外，我知道很多人会怕阅读文字，所以我本人还有一些我以重金邀请的主播，会用音频的方式为大家介绍每一本书的精华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会直接告诉你有什么思维重点是大家要注意的。老实说，你自己去看的话也不一定会看懂。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含金量最高的 Facebook 群组，只要是我们读书会的成员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精英群组，群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以成为企业家和专业投资者为前提，我也在里面和大家一起交换赚钱的情报和资讯。这就是所谓的富人圈子，基本上每个人跟你都是志同道合的，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的认识，在华山论剑，进行思想上最高层次的交流。我希望群里有钱的可以带一下刚起步的年轻兄弟姐妹，而我们年轻的就可以提供一些创新的想法，一起赚钱。当然大前提一定是合法，你知道吗？
这样的做法已经帮大家筛走一些大部分的穷人了，因为穷人是不可能认同我这样的想法的，他们也不愿意花点小钱去学习，连一本书的钱也不愿意付。你要知道，现在读书会的价格是我自己帮大家补贴的，本是想减低加入的门槛，但我现在想想又觉得不必要，而且我的团队的成本也不低，我也不可能一直无休止的贴钱帮大家学习吧，所以读书会可能很快就涨回原价了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的连接，或者影片描述栏上的连接，加入我的读书会吧。那么现在就到了关于借钱这个问题了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没钱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借钱或者找融资和投资人，但是为什么普通人都不敢这么做呢？很简单，第一，传统观念告诉我们到处借钱的都是穷人。你试过借钱给朋友吗？你会不会觉得你朋友问你借钱代表他不太行啊？其实我们华人都有一种观念，认为我们自己有存款，不需要跟别人借，要花就花自己的钱，是这样对吗？第二，他们不想跟银行借钱，因为有利息的存在，他们宁愿问家人和朋友借钱。第三，万一他们钱还不上，那他们一辈子就完了，项目没做成，反而把自己赔进去。第四，他们不愿意抵押房子给银行，因为他们会觉得房子抵押了以后就不属于我了。第五，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从银行里获得贷款，就是不认识人，生怕被欺骗。以上的思想我听过无数遍，因为当我还是大学生出来做兼职的时候，就认识了很多有这些想法的全职员工，他们只是想过点小日子就 OK 了。但同时，我大学的时候也参加了很多交流团，让我认识到很多有钱的老板和赞助商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那些老板跟我打工的同事对钱的看法是完全截然不同的。第一，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能赚大钱的人，所以一定能还得了钱。大家如果有在投资股票交易的话，应该知道其实很多公司都没有盈利的，甚至是亏钱的，但他们却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市，例如很多的医药类股票，还有一些科技板块的股票等等，他们的股价甚至比一些盈利点稳定增长的公司涨得多。为什么投资者都愿意给他们投钱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实的真相是，你赚不赚到钱其实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投资者愿不愿意相信你能赚到钱。这就是很多人说的用概念把股价炒高。你看，马云当初搞阿里巴巴的时候，中国内地没有什么人知道电商是什么，但还是有一个叫孙正义的哥们给马云投资了2000万美元，帮助他把电商平台搞了出来。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，基本上你在股票市场上一做一大把这类的公司。但我想强调的是，这些如马云的人，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已经完全相信自己是个能赚大钱的人了，所以他敢找人借钱和融资。这是大部分人要从穷人转变到富人的最重要思想。我常常的跟我员工说，我们公司随便搞个什么项目都能赚几百万、几千万、几个亿，就是这种自信。相信我的就留下，不信的就滚。然后最后就会把一些跟你有共同信念的精英留了下来。很多老板都跟我抱怨说他们留不住人才，其实是连他们自己都对自己的公司没有信心，不相信自己的公司能赚到钱，那你们属下的人又怎么能相信你呢？对吧？那第二个区别就是富人只要能从银行借钱，就绝对不会跟朋友借钱。其实你跟家人朋友借钱，虽然不用还利息，甚至没有还款的期限，但当中就牵扯到人情的这个问题。如果你试过借钱给别人，你一定有考虑过借还是不借，但最终因为人情，你还是把钱借了给他们，虽然你心里面不是很乐意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钱的问题上，最好是有商业的关系，而不是人情的关系，除非逼不得已，否则别让他人难做，而且借到的钱也不会很多。那第三，富人会不断的借钱，让公司的规模不断的扩大。如果大家有看过我富爸爸穷爸爸的影片，应该知道开一家公司是可以有一些税务上的优势的。其实不止这些，公司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资产。在美国，破产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因为他们很喜欢借钱，也懂得利用公司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钱。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下研究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当然，不是叫大家恶意负
负债，后果是很严重的。银行也不是傻子，你也要有足够的资产做抵押的。第四，富人愿意做按揭，然后把房子租出去来赚取被动收入，这其实就是杠杆的概念。我打个比喻，如果1000万的房子，我们投了1000万下去，每年获得50万的租金，那我们的年投资回报率就是5%了。如果我们跟银行借钱，我们只需要付100万的首付，那我们的年投资回报率就有50%了。当然还要扣除给银行的还款，但如果我们把房子卖出去，这些还款还是会回到我们的口袋里的。你们听懂了吗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因为买房子而发财的原因，因为房子在这个人口爆棚的时代是一种相对保值的资产。那第五，富人有争亏借钱的渠道，很简单，只要你有借钱的想法，你自然就会对比不同银行的方案，而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，你自然不会知道。我想强调一点，我不是叫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去借钱，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把借钱这条路给堵死，不要给自己一个框架，认为借钱就是不好的东西，这样的人是无法成大事的。我希望每个人从现在开始都去了解一下你们地区关于借贷的信息，但也一定要小心那些不正规的财务公司，小心成为新闻里面的那些苦主。其实啊，现在网上就有很多人提到财富自由，这些人就教我们存钱的方法，慢一点就是只要我们存10年的钱就可以退休，达到财富自由了。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，只要你这10年存到的钱足够应付直到你死之前的每个月开支，你就是财富自由了。其实我本人是觉得很恶心的，但没有冒犯的意思，只是我觉得这种方法从你存钱的那一刻，你就成为了金钱的奴隶了。就算你存到的钱真的足够你花一辈子，你也不会是真正的财富自由，你只是从字面上的财富自由罢了。更何况这种理论本身也有问题，很多的变数都没有考虑进去，像是通胀让我们货币贬值，像是年纪大以后的医疗支出，像是结婚以后的支出，生孩子以后的支出，老婆的支出，小孩的支出，父母的支出等等。你真的觉得存钱是可以解决的吗？大家都知道理财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开源节流，但现实告诉我们节流是没有用的。我经常听到一个概念，只要你去存钱，你存到的钱都是小钱。你认为你存个几十万几百万有意思吗？上面也提到过，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未知的变数，这些存小钱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的。所以我认为真正的财富自由是要去开源，而不是节流。只要我们的收入能够远远大于我们的支出，这样我们才是真正达到财富自由。那要怎么做到呢？如果没有钱的话，一定要去借钱创业吗？其实不一定。小米公司的老大雷军就曾说过，创业就是要做一头站在风口上的猪，风口站对了，猪也可以飞起来。那我想问大家，现在的风口在哪里？其实就在这移动互联网 YouTube 这个平台就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。我自己考虑要不要做一个项目，首先要考虑这个行业的前景。无疑 YouTube 是一个新兴的行业，先做的人就会先拥有流量，而现在 YouTube 的市场不断的扩大，有强大的发展空间，所以现在去做 YouTube 的人就是领先的人了。另外几乎肯定的是，将来很多实体行业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，届时将会出现一波行业的大洗礼，很多的技术活都会被机器人或者电脑分析取代。像餐饮已经有机器人点餐送餐，像运输已经有自动驾驶，像股票市场已经有程式交易，像医疗已经有手术机器人了等等。而暂时还不能被科技取代的就是创作行业，自媒体就是其中之一，而且成本的门槛不高，每个人都可以上传影片到 YouTube 上，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。我之前很多影片都有解释到赚钱的方法，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我想强调的是 YouTube 的收入其实是很可观的，只要大家知道如何变现。这里我就想给大家推荐我参加过的小船 YouTube 金牌运营课程，这个课程毫不夸张的讲，帮我解决了大部分 YouTube 上实际操作的问题。最重要的
的是，小船在他的学员 Facebook 群组也给了我频道很多的建议，让我从对 YouTube 一无所知到现在一无所获，所以我必须要报恩，给大家推荐他的课程，真的特别好。我建议大家点进去我影片描述栏上的连接，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免费的网络研讨会，大家可以先听一下，熟悉一下小船的教育风格。如果大家现在报名参加的话，还可以用到连接里我为大家争取的最优惠价格，是一个很大的优惠。真心的说一句，如果大家不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，其实我们可以选择的路不多。自媒体是我暂时唯一想到几乎适合每个人做的零成本项目，只要你足够勤奋。希望大家有所领悟。如果大家希望自己的家人、孩子、伴侣、朋友等等可以通过知识去改变命运，如果你足够爱他们，也希望跟他们一起进步，就欢迎大家加入我的扫地僧长金额读书会，让我们一起抱团，一起学习，一起交换赚钱的心得和情报，成为这个社会最顶尖的精英。我的长金额读书会将会是一份很好的礼物，让你送给想要摆脱平凡的自己和你爱的他们。希望我们能在读书会的群里相见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成功利用 YouTube 这个平台来改善财富的情况。记着，我爱大家如同爱自己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，拜。